修仙界最为强大的2个系统，就在今天同时找上了这个受尽欺压的杂役弟子。本该逆天崛起的他，此刻却有些为难。这2个系统，一个是只要花钱就可以获得消费点，从而兑换各种逆天物品，而另一个则是只要花钱就可以获得本金加上额外奖金的返还。这2个系统加起来，看似动手就能无敌，可现在的问题是，之前宗门发放的全部俸禄都被前身拿去当了非方的舔狗，导致穿越而来的星云手上根本就没有启动资金。在努力搜寻脑海里面的记忆，星云终于发现了前身现在唯一的财产。随后他便拿着那一瓶灵元丹前往金玉堂售卖，而伙计看着星云掏出的灵元丹，不禁一脸的嫌弃。垃圾品质丹药1瓶，价值1块下品零食。星云听到这话后也不计较，直接收下了零食，然后再次掏出来对伙计说道：“我要买回刚刚那瓶灵元丹。”听到这话的伙计起初还以为是自己幻听，但是反应过来后，他便一脸愤怒地看着星云：“你是在耍我玩吗？我只是想买东西而已，或者你拿个其他价值1零食的东西给我。我们这没有这么低级的东西，你真要买的话，这个灵元丹给你1半，可以。”然而在完成如此离谱交易后，星云并没有离开现场，而是掏出了刚刚系统返还的2个零食，开口道：“好了，现在给我1瓶灵元丹吧。”这离谱的操作不仅让伙计的怒意更上一层，更是让周围的人都在惊呼：星云好像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好巧不巧的是，芳菲跟她的闺蜜此时也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切，而她的闺蜜也犹如柯南附体一般。我知道啊，菲菲，她这是用这种方式在吸引你眼球呢。不过这技巧真是拙劣。林月的声音没有丝毫遮掩，星云自然是听到了这针对性极强的一句话。别太把自己当回事，真以为世界围着你转呢？我买个东西关你什么事啊？切，继续装，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看着林月那讨人厌的模样，星云也懒得再搭理，转身就跟伙计继续未完的交易。而星云的交易金额每次都会翻上一番，很快交易物品就堆满了桌面，招待员的眼神也从藐视变为了震惊。这个客官，柜台的货物不太充足了，我需要去仓库一趟，麻烦您稍等片刻。随着柜台前的交易停止，林月仿佛嗅到了什么似的，开始接着叫嚣：“哎呀，怎么不装了？没钱了吧？看你这样子，怕是接下来2年半都要喝西北风了吧？哈哈哈！”在林月期待看好戏般的眼神中，星云并没有让他如愿。随着伙计带来大批的货，星云继续进行着他的交易。不过片刻之后，星云手里的零食已经达到了数十万。也就在这时，他发现了暗中似乎有一些不怀好意的眼神。接下来我要买一些比较贵重的物品，麻烦你带我去见一下你们管事吧。当然没问题，贵客您这边请。星云见到管事的瞬间，便发现他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商品在等候。哈哈哈，欢迎小友，这边已经给你备好了货物，小友尽管挑选，有什么问题直接问老夫就是了。莫管事客气了，我买东西的话习惯分批次购买，还请谅解。小问题，小兄弟在前厅的事情我也略有耳闻。双方互相友好的问候，我便开始了新一轮的交易。不过随着交易的进行，莫管事的内心也渐渐有些疑惑。见过挥霍的，没见过这么挥霍的，见到什么都买，也不管有没有用。看星云有越买越上头的趋势，莫管事连忙叫停的交易。人少，这些应该差不多了吧？怎么，生意不做了吗？没有，但我这个管事能够调动的金额有限，李少再买下去的话，就超过了我的权限，必须上报给堂主了。听到管事如此说，星云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打算这次的交易就先到这里。随后他便向莫管事商量一番保镖的事情，毕竟他可没忘记前厅那几道不怀好意的目光。而莫管事听到星云的这个需求，不免对他的身份有了一丝怀疑，但星云对此早有准备，勉强应付一番还是足够。而星云也在这期间了解到宗门内有着一种特殊身份，可以让自己安全地度过新手期。规划好成长路线后，星云带着2名保镖安全地回到了宗门。不过他并没有返回自己的洞口，而是来到了宗门的供祭殿。修仙门派有个神秘的职位，它可以让一名杂役弟子在一夜之间获得跟宗门长老同等的身份地位，而获得这个职位的条件就是缴纳巨额的费用作为保障宗门的发展。不过这个条件对于拥有消费返还系统的星云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而他此时也正好需要这个身份来让自己快速的安全成长。可随着星云说出自己要购买最高级的名誉身份时，眼前的这位宗门长老却一脸神秘莫测的笑道：“这价格可不低，最近是发财了吗？”听到这话的星云顿时感觉浑身发冷，不过还没等他回话，长老就接着说道：“不用紧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宗门不会过问这些的。你确定要买的话，就直接支付吧。”在确认了宗门长老的确没有恶意之后，星云直接全款拿下了那代表身份的令牌。不过长老却在这时补充道：“对了，下个月别忘了过来交月费，你这第1个月的就给你免了。
超过3个月没交的话，身份令牌直接作废。听到还有送上门的高级消费项目，星云不由得激动了起来。那赶紧办吧，我先交个1万年的，不过得分批付款哦。箱子，你精神状态没什么问题吧？我知道你最近发了一笔横财，但是有钱人也不是这么霍霍的。那个预付最多提前交10年的，多了免谈。听到长老这么说，星云也只好收起刷消费返还的心思，带着失望的心情交了10年的月费。对了，还要麻烦长老帮弟子物色一下高级护卫的人选，最好是能听话点的。星云说着说着，就掏出了一个储物袋，塞到长老怀里。这是弟子从老家带的一些土特产，还望长老不要嫌弃。箱子，你要是这么整的话，路可就走宽了。放心吧，你的事包在我心上。嘿嘿，那就麻烦长老了。办完这边的所有事情，星云便转身返回洞府，开始检查今天的收获。只见各种丹药功法以及武器灵药什么的，都快装满了好几个储物袋。而且此时返还系统里面的灵石也已经积累到了3000多万，消费点系统里面的点数也有了2700多点。随后，星云便把目光放下，兑换了价格高达1000消费点的4环天赋。毕竟在修仙世界，自身的实力才是硬道理。成功兑换完天赋后，星云开始尝试起穿越以来的第一次修炼。不过片刻时间，他就直接冲破了炼气2层的瓶颈，达到了炼气3层的境界。这般速度也不禁让他感叹，难怪飞芳的境界如此之快。不过2年半的时间，就远远的走到了前身遥不可及的地步。但是自己只要不断消费，超过他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修炼完毕后，星云看着剩下的消费，决定再兑换一个4级体质。毕竟天赋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未来，而体质代表的才是一个人当前的战力。随着一道道光芒闪过，星云的身体成功蜕变成了4级体质。大力神元血脉，感受着此时身上仿佛用不完的力气，星云的嘴角终于露出了龙王的微笑。而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第2天早上。此时刚修炼结束的星云便发现了门外正站着一个小女孩。你好，请问是云少吗？经过一番沟通后，星云这才得知少女是长老安排来的护卫。可让他有些费解的是，这名15岁就达到金丹期的核心弟子，为何会被派来当自己的护卫？就算自己昨天给了长老不少好处，可也不至于让他做到如此地步。正当星云为此感到疑惑的时候，远处的一声大吼打断了他的思绪。星云，你是不是之前的大美挨够？现在翅膀硬了，还敢连着旷工2天？看着来人的模样，星云也在脑海里想起了此人曾常年欺辱前身，于是他便暗暗积蓄力量，打算检验下昨晚修炼的成果。不过下一秒，就有一道身影挡在了他的前方。就凭你也敢这么对云少讲话，活腻歪了是吧？星云听到这狗腿子十足的话，颇感无奈。而前来挑衅的王康看着眼前的谷小雪，只感觉浑身在发抖。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杂役弟子的生活区会出现一位宗门的核心弟子，而且还是以护卫的身份。我是谁？我怎么在这里啊？我想起来了，我妈妈喊我回家吃饭来着，我先走了，你们聊。云少要追过去吗？不急，有的是机会收拾他。你先跟我去一趟宗门核心区，我要买一点房产。准备盘下一套豪宅，而眼前卖房的伙计也在震惊过后反应了过来。贵客哦，顾亲爹，这是开启您家阵法的身份令牌，你拿好了。对了，亲爹，我这边还有高品质的小灵脉、静心佛灯、寻道石等等，您看要不要给咱屋里捣鼓一下布？必须要啊，全部给我按最豪华的整2套，钱不是问题。嗨，得嘞，我这就去备货，明天给您送上门。跟在后面的谷小雪听星云说要整2套的时候，内心不知道为何暗暗紧张了起来。而星云也察觉到他那仓促不安的神色，便主动开口道：小雪，一会可以陪我去练剑吗？当然可以了。那我们走吧。接下来我会把修为压制到炼气期，但是你可不能小瞧我哟。来吧，让我瞧瞧炼气期的你能在我手下接几招。哎呀，对不起，云少，我不是故意的，你没事吧？小小1-2寸的轻伤而已，能有什么事儿啊？我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此时的星云表面装作强硬，但内心还是忍不住惊叹谷小雪的天赋。在明白自己跟她的差距，星云就虚心的向她请教起了修炼之道，而谷小雪也没有丝毫保留，把自己懂的还有不懂的全部都跟星云深入的交流了一番。过程的话我就不描述了，自己体会。在这期间，星云对于修炼之道的感悟再次得到了升华，于是他便向小雪提出了自己藏在心中的疑惑。小雪，你天赋这么高的人，为什么会被派来做护卫啊？
我不是快突破元婴了吗？但是我买不起元婴丹，所以师姐就推荐我去找公祭殿的长老当护卫。听到这话的星云明显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但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于是他便找了个借口回到了房间。经过今天的消费行为后，此时系统内的消费已达到了15000多点。随后星云毫不犹豫的就兑换五环天赋开始修炼。这一夜，在五环天赋跟之前购买的各种丹药加持下，星云顺利突破到了炼气4层。而这时卖房的王安正带着各种材料赶了过来，星云也只好停止修炼，先去刷消费点。随后他便拿着这些物资直接丢给了小雪。这件你拿去布置一下吧，接下来没什么事的话，我就不出门了。云少，你不去至尊道场吗？也是，至尊道场的收费有点贵，我平时也只有快突破的时候才舍得去。小雪这话一说出口，星云当时就来了精神。年轻人嘛，就应该多出去走走，顺便看看至尊道场是个啥样。看着星云的反应，谷小雪只有无奈的跟了上去。而就在两人刚刚离开紫云府的时候，外面却出现了2个偷偷摸摸的人。你确定没看错吧？买下这里的是个年轻的富豪。放心吧，这种地方我都常年盯着的。这个富豪身边就一个护卫，你还是非常有机会的。别怪我没提醒你哦。听到这话的女子忍不住白了对方一眼，似乎在怪他说的太直白。如果星云看到这一幕的话，肯定浑身都得起鸡皮疙瘩，因为这名女子正是芳菲的闺蜜林月。一个小小的炼气7修士，竟然在跟元婴7大能争抢修炼资源。尽管至尊道场的负责人跟护卫都在劝他用这个等级的秘境，完全就是浪费。然而他在看了护卫一眼后，突然来了句：哦，对了，刚刚忘记说了，我是要2件，算多少钱吧。眼见劝不动星云的道场负责人，也只好无奈的给他计算起了价格。按照你刚刚说的所有配置都要最顶级的话，这边计算过的价格是250万1天。能不能多租些日子？可以的，不过最多只能续租3年。听到这话的星云嘴角直接咧出了龙王的微笑，毕竟这3年的消费可不低。刷完这波灵石之后，自己的实力肯定又会上升一个大层级。不过目前他手里的灵石只够租2个月，因此在全部用来续租后，他便前往了修炼秘境，开始呼叫系统兑换5级体质。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兑换到的大荒青蟒血脉竟然蕴含着一种天赋神通。在感受到这部功法的逆天之处时，星云就在心里暗暗将它列为底牌之一，随后便开始使用秘境修炼。修行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等到他从秘境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傍晚时分。而秘境的负责人见状，也是第一时间就迎了上来，询问星云修炼的感觉如何。感觉非常好，所以我要再去6个月的时间。星云说着说着就直接掏钱付了款，然后等系统返还的灵石到账的瞬间，又接着说：哦，不对，再续8个月的吧。刚好凑够1年半的钱付完后，星云也不管负责人那震惊的眼神，直接带着护卫准备返回刚租下的小院。然而就在临近家门口的时候，两人却突然发现地上似乎躺着一个人。云少，他这是服用了隐脉丹，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经脉受损、身体虚弱的假象。他躺我家门口是个什么意思？把他弄醒，问问看。好的，云少。发生什么了？这里是哪里？怎么感觉刚刚好像被捅了一下？林月，我还想问你是要干嘛呢？你没事嗑了一把药，然后躺我家门口是个啥意思？听到这话的林月一脸不可置信的看了星云一眼。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臭杂役，也不看看你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敢在这吹牛。小雪，赶紧把他撵走吧，真是碍眼。好的，云少。听到星云居然在命令金丹期修士，林月这才意识到自己似乎真的看走眼，于是他立马换了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云少，对不起，对不起，都怪菲芳总是在我面前编排你的不是，这才导致我误会云少你了。我现在真的伤得很重，你就当可怜可怜我吧，让我在这里休息休息，我不会进院子的。尽管林月的演技十分不错，但是星云却根本不为所动。给你最后3息的时间，还不走的话，别怪我不客气了。直到此时，林月还准备说点什么，但是看到谷小雪已经打算出手的架势，她也只好放弃。菲芳，你给我等着！如果不是你，我怎么会得罪星云？还有星云也是连续让我丢脸2次，我不会放过你们的。云少，刚刚那个女人好假呀！别管她了，好好休息去吧，明天接着去秘境修炼。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星云每天的生活就是往返于秘境跟自家小院。他的修为在这期间不仅提升到了炼气10层，更是利用消费点兑换顿悟次数，学会了数十门法道。这般飞速的境界让谷小雪都不由得惊叹，从没见过如此天才胆。而在今
天的修炼结束后，星云终于等到了迟到好几天的金玉堂管事。不好意思啊，云绕，本来前几天就准备过来的，但是听说您花大手笔租下了至尊道级修炼秘境之后，我就觉得之前准备的那些东西配不上您了，所以就多花了几天时间。行了，你准备的东西先拿过来看看吧。接过莫管事丢过来的储物袋，星云仔细探查了一番，里面各种功法秘籍以及天才地宝什么的应有尽有，可以说是准备的十分充分。还不错，开个价吧。介于云少出色的财力，我给您准备的这些特意凑了个整数，一共5个亿。听到这个金额的星云当即脸色一变，你带来的这些东西我很满意，但是你说的这个价格我很不满意。经过租房、买材料以及道场等事件之后，星云此时系统内的灵石已经突破了30亿，所以这种5个亿的交易让他根本提不起什么兴趣。而听到星云这么说的，莫管事还以为是他嫌贵，却没想到他接着又说：我之前认为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但是如果你再看不起我的话，那我们之间的缘分恐怕也就到此为止了。听到这话的莫管事当即明白，星云这是嫌少了。早就听说云少的财力非常雄厚，现在看来果真是如此啊！那我这几天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不算白费了。说着说着，莫管事就再次掏出了一个储物袋丢给星云，而星云在查看了一番后发现，这次里面的物品很少，仅有5件，但都是价值数十亿的功法跟灵器，这也让星云的嘴角再次浮现了一抹龙王的微笑。不错，这些我全部都要了，然后付款的话还是老规矩，分批次付款。没问题，云少合作愉快。随着双方的交易达成，此时星云系统内的灵石已经达到了150亿的恐怖数量，消费点也有150多万，7环天赋已经近在眼前。这时星云突然想起了什么，朝着一旁的古小雪问道：小雪，我最近很出名吗？对呀，现在上半区都在讨论，最近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富豪，而且还有好多人送了邀请函过来，想见你呢。古小雪一边说着，一边递给了星云一大把的邀请函。不过在星云翻看过后，发现都是没什么营养的帖子，只有一张叫什么奇珍会的吸引了他的注意。小雪，这个奇珍会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吗？知道呀，这是宗门内一些名誉弟子的聚会，有不少娱乐项目，在最后还有个奇珍的拍卖环节，云少应该会很感兴趣的。那你准备6天后一起去看看吧。好的，云少。在接下来的6天时间，星云利用这次交易获得的消费点，成功兑换7环天赋，没几天时间就顺利的突破到了炼气11层。而这时也刚好到了参加奇珍会的时候，然而他才一到会场，就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名誉弟子凑上来要跟星云组队。不过让星云感兴趣的是，这人对宗门里的所有事物似乎都很熟悉，于是星云就趁着这个机会向他问了一些宗门的秘密。可在他们交谈正欢的时候，身后却有一名星云并不认识的人喊了他一声，随后反应过来的古小雪瞬间就赶到了星云的身前，撑起了防护阵。为了报复星云，他倾尽一切手段傍上了一位公子，只为了给星云找点麻烦，出一口心中的恶气。不过在这奇珍会上，因为灵月的挑拨，发生冲突的双方人马并不敢做出过激的举动，因此在各自放下狠话便离开了现场。而随之到来的拍卖会也成为了星云的个人秀，不管是什么物品，他都直接喊出了超过起拍价几10倍的价格，而原因也仅仅是因为他嫌喊价太麻烦。但是随着最后一件压轴拍品上台，喊价1个亿的星云却听到了有人喊出了1亿3千万的价格。不过随着星云再次喊出了8亿的天价，这人就有些气急败坏。星云，你什么意思？你之前不是说一件物品只喊价一次的吗？叫什么叫买得起就买，买不起去边上玩去。做人别太嚣张，跟那些大公子比，你充其量不过是个蝼蚁罢了。你也说了，是那些大公子而不是你。好好好，李星云你有种，不过你以为这些东西你今天能带走吗？听到这话的星云明显愣了一下，但是并没有搭理这个跳梁小丑，毕竟拍卖会只要自己出钱就行了，能不能拿到东西那就是主办方的事。果然下一秒拍卖会的负责人就跳了出来，申屠公子，这样有些不妥吧，这里是奇珍会，还请给我个面子。你的面子是有了，那我的面子呢？你们都别忘了，我代表的可是陆公子。当申公图这话一说出口的时候，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星云也察觉到他口中的陆公子似乎不简单。不过申公图的嚣张气焰并没有持续几秒，就被突如其来的一道声音打断。你这个废物什么时候也能代表陆长歌了？要不我改天去问问。见到来人，负责人瞬间就安心下来，申公图也没了那桀骜的态度，反而在连连告罪。不好意思，景公子，我刚刚有点冲动了，还望景公子大人不计小人过。赶紧滚，别在这碍眼了。话音落地的瞬间，申公图就马上带人逃离了现场，而景公子也拿着拍品亲自送到了星云面前。早就听闻云少的大名，今日一见，
果然不同凡响啊！这些东西就当是我们奇珍会的赔礼了。希望今天没有坏了云少的兴致。不必了，我还是习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听到这话的景公子微微一笑，打了声招呼后就离开了现场。而星云则是看着他身后的那道人影，陷入了沉思。护卫不是最高只允许招收金丹期的弟子吗？为何他身后那人的气息那般强大？元兄，那人可不是护卫，而是门客。随后，王子玉就把门客的制度都跟星云介绍了一遍。简单来说，就是门客没有护卫那么多的限制，甚至在某些时候可以拒绝雇主的要求，但是相应的，门客的实力也会比护卫高上许多。听到这里，星云直接就离开了现场，前往公祭殿，打算再招收几名门客。哎呀，这不云少吗？老夫最近听你的大名可都是快要听起茧来了，不知今天云少过来是有什么事？没什么，就是想再收几个门客，还得麻烦长老帮我发布下消息，顺便给长老带了点土特产，还望不要嫌弃。哈哈哈。就喜欢你这种知道关爱老人的弟子。行了，回去等着吧，你的事长老都记得的。见目的已经达到了，星云也没再停留，转身就返回洞府，等待门客上门面试。很快，第二天一大早，星云就等来了第一位面试者。不过他一见面就用神魂探查的行为，让星云皱起了眉头。在丢给他一些路费之后，就让他离去。随后到来的第二位面试者倒是很有礼貌，但是要求有些太多，也不太适合星云。就这样一直面试到了傍晚时分，星云终于签下了3位还算满意的门客。在吩咐他们处理剩下的事情后，星云就返回房间开始修炼。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他的修为就如同坐火箭一般，提升到了炼气13层。直到一位好友的来访，这才让星云从修炼的状态中停了下来。真不愧是云兄，花1亿租下来的院子，一进门就感觉到神清气爽了。王兄喜欢的话，记得常过来坐坐。那感情好啊。不过这次宗门内门弟子的选拔，不知道云兄有没有兴趣去玩玩？目前自己的身份还是杂役弟子，但是要不了几天就可以筑基了。也是时候给自己拿个正式的身份，那正好我也打算参加一下，就是不知道这次考核能不能用些特殊的手段。王子玉听到星云这么说，瞬间就秒懂了他的心思。规则是不允许组队，但是我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过今年的考核项目是夺旗战，想要获得好的旗帜，云兄怕是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这个男人在考场的角落公然作弊，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监考长老们对此不仅视若无睹，反而在暗地里偷偷夸赞。哈哈，星云这小子真是出人意料，他这一举动直接让这次考核的精彩度提升了数倍之多啊！随即考核场地的混战几番交织，王琦几度得手，但随着撤离者渐多，战局似乎正悄然迈向尾声。然而就在这时，混战的众人却惊讶地发现，王琦竟然离奇地失踪了。甄志远，是不是你小子动手脚了？从战斗开始，你就在旁边鬼鬼祟祟的，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少给我在那乱喷，我还怀疑是你在这里贼喊捉贼。在相互猜疑的氛围中，刚刚平息不久的混战再次爆发。与此同时，星云则越过前方的战场混乱，将视线投向了远处的密林深处。有点意思啊！此刻，在茂密的丛林深处，聂无双正紧紧抱着唯一的王琦，躲藏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他的嘴角还残留着一丝淡淡的血迹，显然已经遭受了不小的内伤。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你竟能将幻灵术修炼至大成之境，实力果然不容小觑。你是怎么发现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把王琦交给我的话，我还是算你完成了任务，灵石不会少你1分的。怎么样？你休想，王琦，我绝对不会给你的。你搞清楚，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以你现在的状态，难道还能守住王琦吗？听罢此言，聂无双立刻陷入了沉默，似乎在做最后的心理斗争。星云见状，并未催促，只是静静的在一旁等待。然而不久后，他并未等来王琦，而是数十柄灵气飞剑袭来。但星云并未因此慌乱，他随手一挥，便将这些飞剑悉数击散。这一幕令聂无双内心的挣扎彻底崩溃。怎么可能？勇气可嘉，不过挺可惜。随后，星云无视聂无双满脸震惊的表情，直接取走了他的王旗，随后转身离去。这场内门弟子选拔考核至此正式宣告结束。恭喜云兄得胜归来。侥幸，发生了一些小意外，不过还算顺利吧。如今云兄在南风的名声已是大噪，但我猜那些长老们也不会主动来寻你，他们大多自视清高，对我们这些以金钱换取身份的名誉弟子不屑一顾。无妨，我也不过是来玩玩罢了。两人闲聊一番后，星云便准备离开。不过这时突然出现了一名女子，挡在了他的身前。你居于于此竹院，也算是南风之人了。1个月后，主峰会有一场武风交流会，到时候你也来吧。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星云呆愣了数秒。不过一旁的王子玉此时却显得非常激动，不停地在暗示星云答应起来。那我怎么过去？不需要邀请函什么的吗？不用，到了之后报我名字就行。说完，他直接转身离去，独留星云自己在原地凌乱。不过好在王子玉及时过来跟他解释了一番。刚刚那是南风的2大千金之一，而那武风交流会则是宗门内最顶端的聚会，
宗门里的5大公子、2大千金到时候都会到场，就是相当于混进了高端的圈子呗，没意思啊！有那时间，还不如多修炼修炼。确实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不过压轴的庆功会还是很有看点的，毕竟一群顶级的大佬聚在一起炫富的场面可不多。本来兴致缺缺的星云，在听到这话的瞬间，双眼就冒出了红光。那这必须得去啊！这么难得迈入上层圈子的机会，可得把握住啊！在跟王子玉约定好时间，一同前往后，星云便返回了房间，开始修炼。在7环天赋的加持下，他的修炼速度就如同坐火箭一般，仅半个月时间就成功突破到了筑基中期。而这时，他期待已久的金玉堂管事也终于登门拜见。这次精心挑选了大量7等以上的丹药、天材地宝，还有地奇功法、灵气等，希望云少能够喜欢。让你费心了，不过下次就不用精挑细选了，我这里基本上什么都收，你全都拿来就是。云少还是一如既往的豪横。这批资源的总价是2300亿，由于您采购的金额巨大，所以按照规定，我可以给您打一个88折。你还能打折的？当然了，对于您这种大客户，我们金玉堂有许多的优惠政策。那你直接给我来个骨折呗，要全方位的那种。云少，我是有什么地方没有办妥吗？我是认真的，你看你跑一趟也不容易，我可以加价购买的。云少，和您交易是我的职责所在，不存在容易不容易的，而且金玉堂也没有这种规则。若真的这么交易了，我回去以后都没办法交差的。好吧，那就不打折了。我这人最不喜欢的就是打折的东西，就按照原价购买吧。您喜欢就好。虽然不明白星云是怎么想的，但金管事还是选择了原价交易，毕竟顾客为大嘛，况且还是这种白赚的生意，再拒绝就显得太不识时务。经过这次的交易之后，星云的净资产直接来到了2900亿，消费点也有2200多万，8环天赋和8等体质都可以同时兑换。对了，你这些资源里面怎么没有一个超过7等的功法？最高也只是地级极品，金玉堂没有更好的东西了吗？云少7等极品和地级极品已经是羽化之前最优秀的资源了，8等和天级之上那都是成仙之后才会大量使用的资源，羽化之前几乎很难利用。闻言，星云微微皱了皱眉，他也想到了之前在道级修炼秘境与修炼跟初级秘境的效果差的并不多，初级修炼者对那些高级的资源并不能很好的利用。不过星云在意的可不是能不能用，你就只跟我说，你们金玉堂有没有这种东西，卖不卖？有的当然也卖，只不过等级越高的东西，价格跨度也会越大。您确定需要吗？尽管弄来吧，8等、9等或者真正的仙品，只要你们有，我就能吃下。我允许你最后一次质疑我的财力。听到这话的金管事连连称是。其实他每一次都尽最大的限度去预估星云的财富，但每一次都发现自己还是太过于保守。您放心，我一定竭尽所能，下次的交易一定让云少满意。说完后，金管事便离开了紫竹院，而星云也继续回到房间修炼。此刻他的天赋已经变成了8环天赋，这也让他的修炼速度再次提升，估计再有半月左右的时间就能成功突破到筑基后期。除此之外，星云选择用剩下的1000万消费，兑换了一种8等体质精致大鹏之体，而且这一次他再次获得了一门传承秘术10天。这门秘术让他拥有了吞噬灵物的能力，平日用丹药进行辅助修炼的时候，能将其彻底化解，转变成最为精纯的天地能量。这样一来，即便他现在只有8环天赋，修炼的速度也绝不亚于那些9环天赋的天才。时间就这样在修炼之中度过了半个月后，终于迎来了五峰交流会场，人人都避之不及的宗门捐献大会，唯独他一个杂役弟子却主动凑上去捐款，甚至为了能够多捐一些钱，他还满嘴都是甘愿为了宗门奉献一切。可这一幕却让一位优越人士忍不住嘲讽起来：星云，你装什么装？捐1000亿在这里就是个入门级别，少给我在这逼逼赖赖。说完，丁潇转身就向少宗主献上了2000亿灵石，似是故意恶心星云一般。可凑巧的是，星云正犯愁该找什么借口多捐点钱好赚一波系统返利的时候，这位头铁人士就送上门来了。什么意思啊？你是在质疑我的财力是吗？不服的话，咱们碰一碰。来啊，碰一碰啊！谁送谁孙子！眼见丁潇答应下来，星云心里顿时暗暗窃喜，随后直接拿出了3000亿灵石交给少宗主，却没想到他这时候来了一句：星云啊，为宗门捐献百姓是一件好事情，但不要因为赌气而强行为之。少宗主，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既然有人如此轻视于我，那我自然不能放弃不管。3000亿啊，真是好大的手笔！但你不知道的是，你掏空积蓄所获得的东西，只是我的起点而已。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名誉弟子。说完，丁潇直接看向少宗主，再次捐出了5000亿。然而看到丁潇上钩的星云，心里就差点乐开了花。的确不错，那你凭什么以为那3000亿就把我的钱包掏空了？少宗主，
我要再加6000亿。当这个数字出现的瞬间，围观的人群顿时一片哗然。毕竟这个金额都已经快要接近那些大公子。然而丁潇的脸色也黑得跟非洲人一般，他是怎么都没想到，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居然能拿出这么多零食。此刻的他已经有些许悔意，但感受周围人看向他那期待的目光，最后丁潇还是咬牙喊出了：“我也再加6000亿，青云继续来啊！我看你能加到什么时候？我又没说不加了，你看看这个，你认识不？”星云说着说着，就掏出了一块先天道玉，这是系统返还的灵石，到了1万亿的时候自动合成的，不想用也不行了。先天道玉，这是先天道玉，虽然跟灵石的比例是1比1万亿，但这可是有价无市的神物啊！青云，你确定要捐献这个吗？虽然它的功效很强大，但我也只能给你计算1万亿的金额。没事，就用这个了。领域太多的话，还是有点麻烦的。让我先替宗门对你表示感谢，这个对宗门非常有用。确认好捐献事宜后，星云接着把目光看向丁潇，等待着他的回应。不过此刻的他却异常沉默。硬，丁潇不行了，这也没办法。星云都掏出了先天道玉了，换谁不怂啊？听到周围众人的嘲讽，丁潇的理智似乎也渐渐消失。谁说我不行的？1万亿罢了，老子又不是拿不出来。说着，他便拿出一个储物袋，送到少宗主面前，然后看向星云：“有本事你再来啊！这可是你说的哦，少宗主，麻烦你再给我续2万亿吧。”看到星云再次拿出2枚先天道玉后，丁潇直接呆愣在了原地，再也无法言语，因为他是真的没办法再加了。但是反观星云，依旧是非常淡定，甚至看起来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怎么，加不动了吗？那你睁大眼睛好好瞧瞧，什么才是真正的名誉弟子。星云说着说着，就再次拿出了4块先天道玉，捐献给少宗主。而目睹这一幕的丁潇，则是脸色苍白的闭上眼睛。怎么，是不是没有看清啊？那再看一次。少宗主，我要再捐8块先天道玉。这么难得的消费机会，星云自然是要好好抓住。而围观的众人已经彻底开始麻木了。先天道玉不是举世难见的神物吗？怎么在星云这里就像是白菜一样，一抓一大把？算了，青云，你已经赢了。先天道玉对你未来的修炼非常有用，最好还是留着吧。不用，这玩意儿我家里一大堆呢，您就收下吧。留着吧，如果你未来要培养门科，可也是很需要这种神物的。见少宗主似乎真的不想收下这先天道玉时，星云就有些急眼了。这要是不收的话，自己还怎么搞更多的先天道玉？怎么搞消费点？想了想，星云就直接冲了过去，把先天道玉使劲往少宗主怀里塞。这幅场景让周围的弟子们都看傻眼了。这是什么逆天的奇闻异事？赶着给人家送钱啊！然而少宗主却终究没有让星云如愿，他发挥出一股柔火，却让星云无法抗衡的力量，将先天道玉强行送了回去。星云，我知道你很想为宗门做贡献，但凡事都有个度。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庆功会而已，不必用力太猛了。若你真的有心思，以后就多多关注下宗门的发展吧。见少宗主心意已决，星云也只能无奈作罢。好吧，那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活动吗？宗门建设所需要的灵石是非常多的，如果你真想做些什么的话，到时我通知你。行吧，那今天就先这样，以后再有这种好事，千万别忘记我了。闻言，少宗主顿时哭笑不得，他从没见过送钱如此积极的人至此。一场突如其来的斗富之争，以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方式结束了。而且在系统空间中，星云的灵石直接突破到8万亿，拥有8块先天道玉，消费点也来到了8亿。9环天赋、喝酒等体质尽收囊中。然而在星云回去的路上，忽然出现了几个气息强大的人影，将星云一行人拦住。云公子，我们陆公子请你一见。闻言，星云微微皱眉，在这里能称为陆公子，也就只有陆长歌了。这家伙邀请自己想干嘛？改天吧，我还有点事没处理完。我觉得林公子还是跟我走一趟比较好。说完，来人竟将星云等人团团围住。小茹跟新来的门客见状，顿时戒备起来。星云手里也悄悄捏住了几颗深蓝色的珠子，这是上次交易从金管事手里买来的，其激发后的威力相当于渡劫期的修士全力一击。不要太紧张，这里是少宗主的地方，没人会把你怎么样的。而且想要对抗我们，仅凭你的这几个小门客可远远不够。云公子，还是不要让我们难做的好。陆公子是让我们请你过去，而不是赚。闻言，星云思考了片刻，最终还是把天雷珠收了起来。没错，自己还在交易会的会场内呢，即便是陆长歌也不敢做出过分的举动，更何况刚刚他自己已经打出了自己名声了，再不济也还有自保的手段。行吧，我跟你们走。小茹，你们就在这里等我一会儿。然而让星云万万没想到的是，等他到了约定地点的时候，居然看到了一个他怎么都没想到的人。权势滔天的大少爷居然亲自宴请一位小小的杂役弟子，而他在宴会上做的第一件事，竟然还是讨好他。带上来吧。随着陆长歌的话音落下，马上就有人带着一名女子出现，而在一旁的星云也认出了此人的身份，
这不是菲芳的好闺蜜林月吗？她怎么会在这里？陆公子，你这是……你应该认出来了吧？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内门弟子，巧妙布局，刻意亲近申屠风，煽风点火。后来见势不可为，又故意靠近于我，试图让我也与你对立。云公子觉得这种人应该怎么处理呢？这种事情并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宗门执法堂会处理他的。可他的目标正是云公子你，但我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影响，不是吗？况且这样的小伎俩，即便成功了，我也不会有任何畏惧。尽管星云尚未参透陆长歌的真实意图，但人情这个东西是万万不能轻易欠下。而一旁的陆长歌听到星云这么说，也是微微一笑。如此卑劣之徒，只会叫人厌恶。虽然并没造成什么实质的伤害，但是我挺难理解，为什么总有些人会因为一个非常可笑的目的，就把自己的一切都搭进去，甚至连自己最好的朋友都能出卖。随着陆长歌的话音落下，场内就再次出现了2名护卫，带来了一位星云曾经魂牵梦绕的声音：菲芳。为了接近我，林月把他送给了申屠风，以此获得了一个推荐的机会。可怜了，直到被迷晕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最好的姐妹给出卖了。闻言，星云皱着眉头没有说话，而菲芳则是紧紧盯着林月，满脸的不可置信。为什么？林月，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呵呵，你怎还好意思质询于我？为什么？刚刚认识的时候，我多么照顾你，带你修炼，带你认识更优秀的人。你天赋是比我好，但没有我的帮助，你能成长得这么快吗？可你呢，拿到了更好的资源，可曾想过帮我？哪怕一次，你只在乎你自己，你永远都只在乎你自己。就因为这些恩怨，你便要葬送我的全部，是否太过分了？这不至于，但是是你先毁了我的。如果不是你告诉我，星云总是在不自量力的纠缠你，那天在金玉堂，我会主动找他麻烦吗？后面我被其他人羞辱的时候，你又在做什么？所以从那天起，我就发誓要让你菲芳堕落地狱，还有星云，我也不会放过你的。说到这里，林月似是已被愤怒吞噬理智，她直接朝着星云的方向冲去。然而就在下一秒，随着一道光芒闪过，林月也彻底没了动力。真是聒噪。好了，云公子，我们继续吧。而此时的星云已经对陆长歌的作为非常不爽，先是揭穿林月的阴谋来拉拢他，见没有效果后，又带来了曾经的青梅竹马，最后更是当着他的面让林月直接升仙。星云明白这是在示威，就算是在少宗主的地盘，他陆长歌照样无所顾忌。我记得你和菲芳曾经是非常要好的青梅竹马吧？陆长歌，我不知道你今天找我来究竟想做什么，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与菲芳早已分道扬镳，现在更走个路，没有任何关系。至于林月，我也从来都没有把她放在眼里。闻言，陆长歌微微一愣，似乎星云的这个反应和态度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云少竟如此绝情吗？你们毕竟相识这么久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如果你找我还有其他事的话，直说就行。如若没有，那我便不多打扰。至于菲芳和林月的事，你随意处置，与我已无瓜葛。既然来了，何必急着离开？正好借此机会，我们深入交流一番，让我也有机会更好的认识你。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邀请，但陆长歌的语气中却充满了不容置疑。你是想强行将我留下吗？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当然这一切还是看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留下，或者被迫留下。闻言，星云笑了笑，这是软的没有用，现在准备来硬的。但可惜的是，他堂堂歪嘴文王，怎能受此威胁？所以最后他选择了软硬都不吃。那你可以试试，到底能不能留下我？说完，星云直接起身离开，但此时的门口处已经有了数名气息强大的身影等在那。不过星云对此早有防备，手里已经捏住了数十颗天雷珠，一旦形势不对，这里就会迎接一场绚烂的雷霆盛日。而就在冲突即将爆发之时，莫潇潇突然带了一群人冲入现场，在此处便对我的南风势力下手。陆长兄，难道你是意欲与我为敌不成？听到这话的星云看着这位千金有些惊愕，他未曾预料莫潇潇会在这个时候直接闯进。陆长歌似乎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不过他并没有表现紧张的神情。你说笑了，我和谁开战也不会和你为敌的。那你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呢？星云近日大放异彩，为宗门贡献了多枚珍贵的先天道玉，如此杰出之事，我自然极有兴趣揭示。他叫星云，你叫陆长歌，好，已经认识了，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了，认识了就行。见状，莫潇潇对着星云示意了一下，随后直接转身离去。星云想了想，也跟了上去。最终，陆长歌没有再说一句话，目送莫潇潇和星云几人离去。不过，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菲芳也悄悄跟着他们一同离开。莫小姐，刚才多谢了。无需客套，你智慧过人，我知道你肯定有自保的手段，我只是不悦陆长歌的行为罢了。不过你怎么会知道我在陆长歌那里？因为我本来就在找你。说完，他扭头看向身后，一个熟悉的面孔随即走上前来，正是不久前跟星云斗富的丁潇。不过此刻的他倒是显得老实了许多。云上，失礼了，我之前出言不当，更不该有意与你争辩，望你别介怀。丁潇的性格就是那样，但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我已经好好教训过他了，大家同为南风弟子，就应该团结一些。
看在我的面子上，希望星云你能不再追究了。不追究，当然不追究。其实说实话，我还挺感谢他的，要不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多搞一些功绩呢。你是想凑够1000功绩点，然后晋升云顶天府吗？不是啊，可惜还差300点。不用担心，后面机会还很多。闻言，星云点了点头，之后两人随便聊了几句，莫潇潇便转身离。经过他的高调处理，星云和南风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算是绑定。这些家伙都不是省油的灯啊，一个阴谋，一个阳谋。现在自己也得尽快提高在星月门的地位了。若能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什么阴谋妖谋都将自行破解。而此时的会客厅内，自莫潇潇和星云走后，陆长歌便一直静静地站在原地，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突然，一个面色惊恐的人被带到了陆长歌面前，正是先前跟星云起冲突的申屠风。陆少，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性格冲动，喜欢记仇，内心自卑，眷恋青梅竹马。你给我提供的信息没有一个是对的。陆少是林月啊，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都是他的错。行，那你再去问问他，看还有什么遗漏的没。送完申屠风去找林月后，陆长歌接着把目光看向其余的手下。染门大战很快就要开始了，决定哪个位置最终归属的时间也即将到来，都给我收起你们平时的做派，不要让我再看到这种废物了。属下们闻言全都沉默不语。片刻后，一位亲信出声问道：少主，那星云该怎么处理？暂时不要轻举妄动，我还不想这么快和莫潇潇站在对立面。现在最主要的对手还是天养生，那是个疯子。至于星云，时间已经不足以让他和我站在同一个高度，所以没什么威胁，只要不站在天养生那边就行。除非他的财力比我们几人加起来还要恐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云顶天府之下，没有人的财力能和少主您相提并论的。听到这话的陆长歌也是笑了笑，这一次的判断总不会再错了吧？曾经高高在上的柳如烟，在见识了初恋力压一众大少的财力之后，他的沉寂许久的芳心再次出现了波动。然而，已经成功进化成歪嘴龙王的星云，如今的首要目标还得是培养狗腿子。因此，在留下柳如烟自我反省后，星云便直接回到了紫竹院，召唤小弟们开会。你们想不想进入云顶天府？更大的舞台，我们当然想去了。只是我也明白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认识我手上的东西吗？星云说着说着就掏出了一枚先天道玉，而门客们见此全都一脸的不可置信。不过他们见星云的神色并不像是开玩笑，于是也反应了过来。既然云少都如此费心了，那我们又岂能不全力以赴？确定了门客的选择后，星云也是松了口气，随后便回到房间开始消化消费点。他先是花费了2亿兑换了9环天赋跟朱雀之体，然后用剩下的消费品全部兑换顿悟次数，将数百种功法全部提升到了大成境界。这也让此时的星云对于道法本质的理解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修炼一直持续到第2天，星云也终于等来了他期待已久的金管事。可让星云感到疑惑的是，这次他居然带了一个陌生人一起过来。我交易的时候不喜欢有人打扰，还请贵客回避下。元少，这位是金玉堂的执事，是我上级的上级。由于这次的东西比较贵重，所以是由他来跟您交易。行了，那赶紧把东西拿出来看看吧。当然没问题，不过我怕云少你吃不下我今天带来的这些。我已经跟莫管事说过很多次了，永远不要质疑我的财力。你有多少东西啊？我全部都能吃下。画画，云少好大的口气！我以前跟你们宗门陆元清公子做生意的时候，都没见他有这么大的口气。闻言，星云微微一愣，这家伙怎么忽然提起了西风的大公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跟自己还是竞争关系的。这次的东西都在这里了，一共15万亿，你能全部吃下吗？就这，我还没把这点钱放在眼里。不过我只想跟熟人打交道，这笔交易你让金管事来跟我交接，不然你就带着东西回去吧。看着星云那不容置疑的态度，田丰思虑了片刻，不过最后还是笑了笑。没问题，我是个生意人，不可能有生意不做的事吧？元少，对不起，田执事一定要跟过来，我也不好拒绝，但是我没想到他会是这个态度。没事，他今天过来明显是冲着我来的。这次的交易过后，你的话语权应该能提升不少。我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元少您吩咐，就算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没那么夸张，你帮我查查刚刚的田执事跟杜元清是什么关系就行了。放心吧，元少，
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经过这次的交易，星云系统内的消费点终于突破了10亿，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返回房间，开始兑换9环之上的先天之子天赋。而就在兑换成功的一瞬间，星云之前修炼道路上许多想不明白的地方，在这一刻瞬间就明悟，甚至他还趁此机会创造出了一门独属于自己的神通。随着星云的施法修炼，室内一块用于测试的道石直接化为了飞灰。这功法的威力竟如此恐怖吗？那可是能承受元婴修士的道石，而自己仅仅是筑基期而已啊！感叹完功法的威力后，星云便继续盘坐修炼。在他开挂般的速度下，没几天就成功突破到了金丹境界。不过，随着一位莫潇潇手下的拜访，他不得不中断了修炼。怎么了？是莫小姐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是这样的，云公子3天后，少宗主会驾临南风，莫小姐派我来问下，你要不要去参加这次的巡检会？巡检会是做什么的？还能是什么？东门近些年发展的太快，临时的缺口非常巨大，所以就把目光瞄准了我们名誉弟子，一有机会就想从我们手上掏点东西出来。本来有些不耐烦的星云，一听他这么说，当即就双眼放光，这好像又是送上门的消费项目。哈哈，听起来还蛮有意思，那我也过去见见世面吧。这话说的尹科当场一愣，这是自己暗示的不够明显吗？于是他再次解释了一番。云公子，我想你误会了我的意思，这次的巡检肯定会花费大量的灵石，已经有很多名誉弟子在跟莫小姐诉苦了。而莫小姐也跟少宗主商量了一番，申请了一些回家探亲的名额。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哦，这样啊，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如果有人替那些名誉弟子把灵石全给交了，是不是就没人找莫小姐诉苦了？看星云的神色并不像是开玩笑的，尹科也只有无奈苦笑了一下。云公子这次真不是个小数目啊，我们所有人加起来的数啊，恐怕接近20亿了。而且莫小姐的意思是让你……尹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星云打断了。莫小姐的意思我懂，她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遇到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你回去告诉她，这次的巡检会我参加定了，就算是少宗主也拦不住我。尹科深深地看着星云，一时间被这种气场震得有些说不出话。良久之后，他才应了一句：“若真是如此的话，我替莫小姐还有南风所有名誉弟子先谢过云公子了。感谢什么的就不必了，我生心乐善好施，最见不得人间疾苦。”随后两人闲聊了几句，尹科便回去复命，而星云也返回房间继续修炼。转眼时间来到了巡检会这天，尹科早早的就来到了紫竹院接星云过去。可让星云没有想到的是，身为千金之役的莫潇潇居然在门口专门等他。我是想让你不要来的。我好歹也是南风的一份子，那点钱不算什么，能解决大家的困扰就行。可是这样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难道你的目的也是为了那个位置吗？那倒不是，我这人对于权力的欲望并不是很大。那你如果是为了晋升天赋的话，也不必如此破费，达到要求就行了。所以我劝你还是再好好想一想吧。听到莫潇潇这么说，星云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已经这个时候了，莫潇潇居然还在劝他。他向来不会把别人想象的那么好，但莫潇潇的所作所为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没事，我已经决定了，不管怎么说，总不能让你难做不是。那你量力而为吧，缺少的窟窿我能补上。说完，莫潇潇便带着星云进入了风主大殿。没有等待太久，少宗主和南风风主就一同出现。之后便是一番听了就让人犯困的场面话。不过随着会议的进行，在场的名誉弟子跟宗门长老两方因为经费的预算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在少宗主的协调下定下了最终的金额28万亿灵石。接下来我们商议一下费用的分配吧，有意见的现在可以提一下。少宗主话音落地的瞬间，星云就站了出来。我有意见。是星云啊？怎么的？你是对刚才商议的哪个方面有意见呢？当然是资金方面了。话音落下，长老们顿时脸色一黑。然而星云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准备说出口的脏话全给憋了回去。我刚才把你们的规划仔细的听了一遍，所以我觉得你们刚才的发展计划还是有些保守了。28万亿哪够啊？就应该按照长老们的想法，把所有该上的活力全部上齐，才能保证我们南风发展最大化。少宗主，您觉得呢？一个小小的杂役弟子，竟然被宗门强制要求缴纳高达30万亿的灵石，面对如此庞大的数目，哪怕是做几十倍的牛马也很难以扣。可他却落在了一个毫无过错的杂役弟子上，面对如此不公，
他当即表示抗议。接着他说出了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愕不已，甚至怀疑自己的听觉是否出了问题。我认为这30万亿的数额还远远不够。如果宗门想要实现真正的壮大和长足发展，那么至少需要50-60万亿的灵石。听到这话，现场的长老们纷纷感叹星云思想觉悟很高。不过名誉弟子们则全都气傻眼，毕竟这些灵石是需要他们这些弟子一起承担。而少宗主见场面似乎有些不太对劲，连忙站出来说道：“之前商议的多少就是多少，星云刚刚说的那些，不管是对宗门还是名誉弟子来说，负担都太重了。”少宗主，你格局打开点，而且谁说要他们承担这笔费用呢？星云，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想把所有的费用全部包了，这样大家就可以专心修炼，不用因为一些外物而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话音落地的瞬间，整个会场突然就变得鸦雀无声，就连少宗主也是愣了半天，然后一脸不可置信地询问星云是否真的要承担全部的费用。放心吧，少宗主，你只管把福利全部拉满，不用考虑资金的问题，算下来预算需要多少，我全都给包了。看星云的神色并不像是开玩笑的，于是少宗主跟风主对视一眼后，就开始了商议起了新的规划。因为有了星云的豪言壮语，所以这次的场面就变得十分和谐。很快，在整个规划重新完善了一番后，各大长老跟名誉弟子都十分自觉地退出了会议，而南风宗主的嘴角在此时也列出了龙王的微笑。这次多亏了有星云小友在，你放心，以后你在南风的地位就等同于主事长老，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你招呼我一声。风主言重了，弟子不过是尽了应尽的责任罢了。两人相互客套了一番，风主就找个借口带着莫潇潇离开，而星云也不墨迹，非常爽快地交付了此次的预算金。星云，你这次的贡献，宗门都会记下来，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尽管开口。没事没事，不过经过这次的事情，我发现宗门的资金缺口很大，这对宗门的发展非常不利。如果我把另外几份缺的资金都给补上，那宗门不就能发展得更快了吗？听到这话，少宗主甚至都在怀疑今天是不是耳朵出毛病。星云，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当然了，我也没必要忽悠，不是吗？那你就提一些要求吧，不然这些资金我拿着不安稳。那不知道少宗主能不能给安排5个化龙坛的位置呢？可是这个化龙坛的名额早就确定好了，如果就你一个人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要5个名额的话，我怕无法负重啊。听到这话，星云也明白了过来，这是要加钱了呗。在资金方面，宗门如果有需求的话，我全部都能满足。少宗主闻言思虑了片，然后接着开口：宗门其实还有个非常大的规划，那就是再建一座主峰。不过由于资金的缺口太大，所以一直都没有落实下来。没问题，费用我全包了。云公子真是爽快，让我晚点安排第6峰的峰主跟你会面相谈。谈好了第6峰的建设之后，星云也如愿拿到了5个化龙石的名额。随后他便返回房间开始修炼，仅仅10天，他便直接突破到了金丹中期。在这之后，少宗主的巡检会也在不断的召开。宗门主峰有陆长歌和天养生资金不存在问题，而其他的几座主峰都有空缺。最终东峰景恒那边星云补上了20万亿灵石，北峰关猛那边补上了15万亿灵石，而西峰杜元清却拒绝了星云的好意，这让星云非常不爽。之后莫管事传来的消息也表明，上次田丰的所作所为的确是杜元清受益。把这件事默默记在了心里后，星云就把目光看向身边的人。知道了，现在有空，你马上去准备准备吧，过几天就是开启化龙坛的日子。闻言，李红当即愣了一下，似乎没有反应过来。不过星云紧随其后的一句话，让他差点就惊掉了下巴。前些日子我在少宗主那里争取了一些名额，你们都有份的。公子大恩大德，属下无以为报。好好表现就行，我还等着你在晋升试炼中拿一个好成绩呢。几天时间在修炼过程中很快就过去，转眼就到了开启化龙坛的这天。不过等星云带着门客抵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那边那个黄衣服的，你要注意些，他有9级体质，坑天使之体，并且还获得了传承秘术。进去之后要离他远点，否则会被他抢走大量的龙气。听到这话的星云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说话。毕竟他前不久才兑换了仙级体质，现在岂会把这种9级体质的人放在眼里？时辰已到，化龙坛即将开启，进去以后各自寻找位置，至于最后能得到多少造化，就看你们自己了。说完，大长老便伸手开启了秘密，在下方等候的弟子们见状，全都争先扑了。而身为自带光环的歪嘴龙王星云，刚进入秘境，就有炮灰迫不及待地送上门来挨打。就是你抢走了我几个师兄弟的名额，也不怎么样嘛。所以你想怎么样？反正都已经抢了。放心，有宗门规则在，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不过等会儿你最好赶紧找一个隐蔽的角落躲起来，要是被我找到你的话，我让你一丝龙气都吸收不了。那我劝你到时候还是离我远一点吧，不然我也怕你吸收不了龙气。你想得美，我今天哪怕啥也不干，也要紧紧的跟着你，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有你这群手下，真是的，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化龙坛了，你们都别想从这里带走丁点造化。说完，向泽便带着手下朝秘境深处。星云想了想，还是让手下的几个门客先跟着自己，毕竟这个9级体质还是有点难缠。然而他们才刚找到一个地方吸收龙气，就发现向泽一脸坏笑的这边飞了。我早就说过，我跟爹你了。看着意气风发、得意洋洋的向泽，星云淡淡开口：“呵呵，那这样的话，那等会你可别跑了。”话音落下的瞬间，一股恐怖的气息在龙潭中央轰然炸开，而感受到龙气变化的向泽直接愣在。
这怎么可能？你肯定利用了某种神物，对不对？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神物都持续不了多久。龙骑都给我回来！向泽大吼一声，随之也释放出一股恐怖的吸力与星云对抗。而星云也的确感觉到向自己汇聚而来的龙气有了些许的实体，这种情况也让向泽内心大，继续将传承秘术拉到了极限，甚至还不忘挑衅你。怎么样？我就说你不行吧！听到这话的星云也懒得理他，随后心神一动，将饕餮之体完全粉碎。霎时间，一股可怕的灵力风暴席卷了整个花木塔，而这一幕让在外的大长老直接瞪大了双眼。堂堂宗门大长老竟然低声下气恳求一个杂役弟子当徒弟，尽管一飞冲天的机会摆在他眼前，星云却根本不屑一顾。大长老看到星云的态度，只能无奈地放下收徒的念头。不过为了宗门的发展，他还是厚着脸皮对星云提出了一个要求。虽然你不想提升身份，但是这次的核心弟子选拔，我还是希望你去参加一下，正好借此机会打压下其他弟子那嚣张的气焰，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听完长老的话，星云沉思了片刻，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根本就不需要动用什么底牌，就可以完全碾压他们。于是全面权衡之后，星云最终还是答应了长老的请求。那好吧，到时候我会准时参加的。说完，星云便返回紫竹院找到小卢，告诉了他自己不久前打探到的一些消息。而他听完之后，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怎么会？师姐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别担心，这不是还有我在吗？不过我需要小卢你帮我一个忙，配合一下我后面的计划。星云说着说着，就凑近小卢，贴在他耳边说了些私密的话语。随着星云的讲述，小卢的脸色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在听完之后，更是直接一个闪现消失不见。见此，星云只是无奈一笑，随后便喊来了李红，吩咐他出去传播一则消息。流言在人群中传了2天半之后，星云再次来到宫祭殿。是云公子啊，这次过来是有什么事？现在感觉之前收的门客还是少了些，所以想再麻烦长老帮忙招几个漂亮的女门客。云公子真是好雅兴，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去烟花巷瞅瞅，这里乃是宗门宫祭殿，可由不得你胡来。长老，这是怎么了？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的。云公子莫要胡说，本长老一直都是按门规办事。嘿嘿，我懂，这次也没忘记给长老带一些老家的土特产。你这是什么意思？宗门前2天才发了通知，严禁搞这种东西，拿走拿走。感受着长老的态度变化，星云心里也清楚这是为什么，不过他还是陪着笑脸说了一句：“那好吧，就当我今天没来过这里。”说完，星云打算转身就走，不过这时身后再次传来了长老的声音：“等等，把东西也带走。”小卢怀孕了，或许长老认为此事与你无关，但我还是想表示感谢，你打开看看吧，如果需要就留下，不需要的话就丢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眼见星云彻底消失不见后，这位长老才拿起储物袋看了看，最终还是把东西收了起来。毕竟以他的地位，很难对这种神物不感兴趣。而星云在感受到那个东西一直都在宫祭殿后，也是放心的笑了笑，随后便开始全身心的投入修炼。不过就在他即将冲击元婴境界的时候，许久没联系的经管事突然带着一位商会高管前来交易。怎么样，这次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啊？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经管事非常推崇云公子，所以这次带来的东西并不少。来人说着就掏出了3个储物袋，星云接过后马上就查看了起来。第一个都是一些非常高的修炼资源，第2个就是一些东西以及剑证等能增强实战的东西，而第3个则都是各种各样的功法。不过在看到这些物品的总价后，星云皱了皱眉头，就算这笔钱花了出去，那还是差15亿消费点才能兑换圣级的天赋跟体质。而经管事看到星云皱眉，瞬间就把心提到了嗓子里。这单生意要是没成的话，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可能也就止步于此。呵呵，这次准备的东西是有点多了，主要是不知道云公子的喜好，所以云公子挑一些喜欢的就行了。就这么点东西，有什么好挑的？我全都要了，现在就结算。闻言，这位见过不少大场面的骑兵也是愣了片刻。虽然他见过不少富人，但是还真没见过这么花钱的，甚至于还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云公子，不仔细看看吗？里面有很多功夫都是比较偏门的。”怎么了？那是要加价吗？没问题，要加多少？这时骑兵才意识到不对，随后解释了一番，还是按照原价进行交易，这不免让星云感到有些遗憾。云公子的财力真是惊人，就算是杜公子也从来没有一次性完成如此大的交易过。杜元清经常跟你们合作吗？是的，我们跟杜公子达成了长久的协议，而且在某些关键时刻，我们也会给他投上一票。听到这，星云也想起来少宗主之前说过想要登上那个位置的3个关键因素，估计宗门内部影响力以及东门外部影响力。想来这个腾云商会应该就是宗门外部影响力。所以上次的那件事就是陆元清在试探我，怕我威胁到他了吗？不过此时的星云也不想管那么多，只想多消费，随后就跟骑兵商量起了下次的交易。云公子，商会对于每个区域的分配都是有限的，下次怎么都不会超过这次的金额了。听到这话的星云忍不住脸色一黑，骑兵见状连忙说道：“云公子，如果需要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几个月后商会的股权会重新分配，如果您能拿到股权的话，那就能自己调配资源过来了。那这个股权要怎么才能拿到？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购买，不过金额肯定不小，想要达到目的，我估计最少需要准备1000万亿的资金才行。”听起来蛮好玩的，那我考虑吧。
星云并没有给骑兵留下一个准话，因为想要参加腾云商会这次股权分配，就必须离开星月门亲自前往，这可不算什么好事情。在没有足够的把握之前，星云宁愿舍弃那些消费者，也不愿让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而且骑兵在谈起杜元清的事情，明显有故意的成分，他揣着什么打算也需要搞清楚才行。等两人道别离开后，星云也回到房间开始兑换圣级天赋。就在兑换成功的瞬间，一股念头通达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并且对于道的理解也更趋近于完美。而他的修为也在不知不觉中突破到了元婴境界。醒悟过来后，星云便马上拿出了之前购买的一堆功法，然后兑换系统顿悟，开始修行。时间在修炼的过程中飞速流逝，等3天过后，花费了80多亿消费点的星云，已经把大部分功法都修行到了大成境界，并且随着修炼功法的不断增加，他自创的万法之道也在不断的变化。然后星云就打算再次尝试下他的威力，不过在蓄力过后，星云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他感觉这次如果真的释放出来的话，那么整个院子恐怕都会消失。随后星云便结束了这次的修炼，顺便召唤来了李红，询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没什么大事，就是出现了一条留言说，云公子，你要在这次的核心弟子选拔赛上把其他弟子按在地上摩擦。闻言，星云顿感无语，这件事很明显就是大长老给传出去，不过现在也无所谓了，正好可以领略一下那些宗门精英的风采。而就在这时，少宗主也突然传来了一道消息，2天后将在主峰后殿商议第6封的事情。终于要来了呀！半仙强者竟当着众人的面将一个杂役弟子拜为义父，而星云看着这场面也是感觉有点尴尬。虽然自己是有一点小钱，但是这位封主的表现也未免太夸张了点。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个表情落到池封主眼里，让他当时就紧张了起来。云兄啊，其实我要的并不多，一点点零食就够了，你千万别怕。说完后，似乎还怕星云不放心，连忙招呼几位长老把计划书递给他看。可是星云越看就越感觉不对劲，建设一座主峰怎么只需要90万亿的零食？一旁默默观察星云的齿元见星云皱眉，心中的菊花也为之紧缩。云兄，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计划要求太高了？别担心，我们可以进一步简化，宗主大殿什么的都可以不要，我随便找个树洞窝着就行。还有主事长老的生活，去给他们挖个坑蹲着就行了。反正到了那个境界，不吃饭不睡觉都没事。没有，池封主误会了，我是在想这初期的规划会不会太简陋了点？云兄，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之前听少宗主说，你们根据投入资金的范围做了好几份不同的计划，能不能把其他的也让我看一看？闻言，石原愣了一会，不过看星云的神色并不像是开玩笑，这才摸出了另外一份计划书。星云大致看了看，这份计划里增加了不少的重要设施，但资金也随之发生增长，来到了130万亿。可这个金额依旧让星云感到不满意。池封主，对于投资第6封这件事情，我非常认真，要做就做到最好。你把你们预算最高的计划拿出来吧，不用担心资金的问题。听到这话的池原再次呆愣在原地，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良久之后，他才再次拿出了一份计划书，并且在星云查看详情的时候，池原一直紧紧地盯着他，似乎怕他接受不了这次的规划。然而就在下一秒，他看到星云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淡淡的笑容。600万亿，这还差不多，这次的预算都在这里了，你们随便用，要是不够，记得过来找我。云兄弟啊，你简直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不，你若不嫌弃的话，我愿拜你为义父。封主不必如此，这是弟子应该做的。为了摆脱池封主的热情，星云倒是费了不少口舌。等返回房间后，他第一时间便打开系统，开始兑换不死神皇体。让人感到惊喜的是，这次的兑换还附带了一个天赋神通。看着秘书的介绍，星云毫不犹豫地花费100亿消费点兑换了一次神级顿悟。随着道道金光闪过，星云马上就感悟到自己的肉身已经实现了传说中的断肢重生。这一变化让他的目光不由得炽热起来，随后就将剩下的消费点全部兑换了神级顿悟。这也他的秘术等级飞速地达到了小成境界，并且此时他的生命本体已经成功连接上了天道。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想要消灭他的话，除非此人能连同天道一起毁灭，否则总有一天他就能重新鼓起生命的凭空重生。简直太逆天了！后面还有大成境界以及专属的秘术传承，难以想象到那个境界之后，神皇秘术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感叹完之后，星云便继续投入修炼。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核心弟子的选拔赛也即将开始。这里是这次的参赛弟子名单，需要注意的是前面几名，他们都说公子，你之前的话太猖狂，要狠狠地教训一顿。随他们去吧。经管事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消息？有的，他上次回去之后，在商会的地位提升了不少，说是查到了一些奇怪的线索，等下次过来当面跟你说。知道了，走吧，去演武场那边，选拔赛也快开始了。此时的宗门演武场内，随着关于星云的话题不断发酵，一些不明真相的弟子全都在暗地里怒骂星云。不过随着主人公的到场，他们全都默契地闭上了那抹了蜜一般的小嘴。而池封主见到星云的那一刻，立马激动地挥了挥手，邀请星云到他身边来。好像有很多人在议论你啊，怎么样，有没有压力？还好吧，不过之前看了参赛弟子名单，确实有不少天才。拉倒吧，我看那些小娃娃给你塞牙缝恐怕都不够。其实这次的事情闹这么大，都是大长老这老登在背后推波助澜，云兄要小心点了，这老东西阴坏了。没事的，这件事大长老之前跟我沟通过的，池封主不用操心，我心里有数。那好，你有数就行，
我不是怕你吃亏吗？两人接着闲聊几句之后，就到了选拔赛开始的时间。随着大长老讲解完比赛规则，宣布了一声自由挑战开始，整个场面顿时陷入了一片安静。毕竟没人想第一个上场，而星云见状，直接一个闪现来到了赛场中央。